本期话题：精准扶贫不容易。孔子说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董仲舒说呢，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道，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这两位说的意思就是说，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会导致社会矛盾的爆发。所以如何让富人不骄，穷人不忧，这是历代帝王必须思考的问题。那么中国古代呢，通过打压商人的社会地位来让富人不骄。那么如何让穷人不忧呢？其实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这个扶贫乃至精准扶贫，这真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在很多人眼里边呢，舍得钱和物，扶贫没难度。可事实并不是如此。就时至我们今日，就国家提倡的精准扶贫，钱和物投入了不少，但是在有的地方呢，效果依然不是很明显。很多地方出现了呢，越扶越贫，越扶越懒。那方法用不对呢，还会帮人帮出仇，适得其反。那么古人在这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智慧来破解这个精准扶贫的难题呢？说到古代扶贫呢，咱们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舍粥。电视剧里常演嘛，灾荒之年，有钱的大户人家和官府呢都会搭粥棚，免费舍粥。说为什么舍粥不舍饭呢？说你给饭不更好吗？说吃饱了这人就懒了，就不想干活了。喝点粥呢，饿不死，还有点力气干活，能更好的呢进行生产自救。所以这的确是最简单、最受欢迎的一种慈善行为，它也是历代传承下来呢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不过呢，所谓的扶贫乃至精准扶贫，可不仅限于让他们吃上2碗稀粥。在宋代以前呢，救助贫困人口一般以政府为主。什么样的人被认定是贫困人口呢？你看咱们现在统计贫困户，它是有硬性指标的。你比如说要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205元的家庭人口就是贫困户。那么古人是如何界定贫困人口呢？4个字，叫鳏寡孤独。提出这一说法的呢，是战国时期鲁国邹邑人，名叫孟轲，就咱们熟悉的孟子，孟老夫子。他是孔子第4代弟子。这孟子呢，他跟孔子一样，他也周游列国，劝说各个国家走王道之路。但是孟子跟孔子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他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的理论，这在那个战国时代显得很超前。在他54岁那年呢，他第2次到齐国，当时齐国的国君是齐宣王。齐宣王有个很有名的丑妻叫钟无艳，有事钟无艳，无事晏迎春嘛，就说这个他要有事就想起自己这个丑媳妇来了。这钟无艳呢也帮助他干了很多利国利民的好事。这一天呢，齐宣王呢就把孟子叫来了，说这我问你一件事，说我这些大臣建议我把明堂给拆了。你说我到底拆不拆？我问我媳妇钟无艳，钟无艳也拿不定主意。这明堂是什么呢？明堂在泰山之下，是当年周天子东巡狩猎的时候朝见诸侯的地方。孟子就回答说，大王不能拆呀，这明堂是周天子施行王政的殿堂，大王您要想施行王政就不要拆。齐王一听，呀呵，拆个明堂还跟王政扯一起了，那你跟我说周天子都施行什么王政了？孟子就教育他，给他列举，说在周文王时期第一个农业税低，对农民的税率是9分抽1，就他收成29的话呢，抽取1/9。其次呢，当官的人是世代承袭的俸禄。第三呢，在关卡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第四呢，不禁止胡搏猎鱼。第五呢，处罚罪犯不连累妻子儿女。第六呢，这关键了，老而无妻谓之寡，老而无妻谓之官，老而无夫谓之寡，老而无子谓之独，幼而无父谓之孤。此4者，天下之贫民而无告者呀。就说官夫、寡妇、孤儿、独老，这4种人是天下穷苦无靠的人，周文王实行仁政一定最先考虑他们。齐宣王一听说这个有意思，所以你看鳏寡孤独就这么来的。大伙记住，什么是官呢？老而无妻是官。什么是寡？老而无夫是寡。什么是孤？幼而无父是孤。什么是独？老而无子是独。这4个字到西汉的时候又加上2个字，废疾。顾名思义，就肢体有残疾的还是有常年有疾病的。所以鳏寡孤独废疾，这是古人对贫民的定义，就贫困人口鳏寡孤独废疾。这个不只是单纯经济上的没钱，还通过这6个字呢深层的探究没钱的原因，
是因病致贫呢，还是无依无靠？所以这个鳏寡孤独废疾确定下之后呢，后边呢就效仿他来。南北朝时期呢，慈善活动比较踊跃。南朝起义的皇太子萧长茂跟二弟萧子良一起呢，创办了六级馆，来养这些平民。六级就是鳏寡孤独废疾，国家设立专门机构，集中救助这六类人，这是个先例。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个官办的慈善机构。从这之后呢，各朝各代不断建立专门的慈善机构，救助这些贫困的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完善对鳏寡孤独废疾者的这种照顾。所以这是古代呢官方的精准扶贫的一些固定举措。那么这一时期的慈善活动呢，主要是由朝廷来进行，但是很快这些问题出现了，就是你一味的养贫民，非但没有让这些贫民变富呢，反而越来越懒了。你别说古代了，就现代人这认识，现代的扶贫当中这种现象也很常见，觉得反正苦日子过惯了，要饭你当3年，给皇上我都不换，只要你给我一口吃的，我饿不死就行，我根本没有自力更生的志向。这个问题今天扶贫当中是个伤脑筋问题，那古人也为这问题伤脑筋，说你靠接济过日子，到哪一年是个头啊？怎么能从被动输学改成主动造学呢？如何改成授之以鱼变成授之以渔呢？所以古人首先研究以工代赈是良方，就是让你来打工挣钱，来代替这种单向输血的赈灾，这叫以工代赈。比较典型的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就对这以工代赈呢很有这个创建。他在担任杭州刺史的时候呢，你现在杭州有个白堤吗？那就白居易当时修的吗？就到了杭州呢，白居易就发现这个地方经常有灾害，水灾多，旱灾也多，就出现很多贫民。一调查他发现呢，惹祸的就钱塘湖啊，其实钱塘湖就是今天的西湖。杭州这地方呢，春天多雨，秋天干旱。钱塘湖多年没有疏通，干旱的时候呢，湖水浅，没法灌溉农田，湖边的幼苗全都干旱死了。而雨季的时候，湖水上升，湖边的幼苗又给淹死了。这当地农民靠天吃饭，庄稼连年无收，难怪得出现这么多的贫民。所以把这个缘由调查清楚之后呢，白居易就宣布我要兴修农田水利，并且从这个登记造册的贫民当中优先招录7000名民夫，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以工代赈，就既扶贫也解决用工问题了。这消息传出来老百姓连连称赞，觉得好办法。可这么好的政策呢，刚准备实施，就有一堆官员来阻止。什么理由呢？千奇百怪。有的官员说，刺史大人呐，您不了解我们这风俗啊，修水利那是要动风水的，动风水就不利于钱塘县官员的仕途啊，当地官员上不去，我看也得影响你仕途。有的官员奏报呢，修水利就会破坏湖底茭白的生长，那茭白产量高，当地人得吃啊。还有人说，这钱塘水要被抽干了，城里有6口水井，都指着这湖呢，湖水排干了，井水就没了，老百姓不得被渴死吗？所以这说什么的都有。就说这个兴修水利在当地官员里激起不小的波浪，阻力很大。但是白居易呢，没有被这些声音所左右，他怎么琢磨都觉得这句话不可信。你说湖底产茭白，这茭白能比大米重要吗？大米能顶饱，茭白能当饭吃吗？而且你说这风水还不及人民生活疾苦重要吗？你们就考虑自己当官的前途了。所以白居易怎么都不相信这些理由。暗中调查他发现找着窍门了。怎么回事呢？钱塘湖里头有10几顷田，湖水浅了，田地就能露出来，湖水深了，田地就淹没了。所以这些地呢，不属于官府登记在册的地，也不用交税。所以主管官员呢，就和种田的这些田户互相勾结，偷偷把湖水排走，用这块私田得利。你把这湖水要兴修水利，把这都调查清楚了，他们这11顷田呢，就曝光了。所以就动了这些利益了，所以难怪这些人横来竖挡的，不让这个搞这水利。调查清楚之后呢，白居易力排众议，灌田、打井、通槽，捎带手还把扶贫的事解决了。说3年之后呢，白居易卸任了，杭州老百姓纷纷拦着他马，双手捧着酒，依依不舍。白居易很是感动，还写了一首《别州民》。诗里边说：税重多贫户，农机足旱田，唯留一湖水，雨乳救凶年。就是我在杭州没别的功绩，我把这水利修好了呀，大伙儿凭这个呢，赶到灾年的时候多少能对付过去。
所以你看，兴修了水利，雨季的时候及时蓄水，旱季的时候及时放水浇田。钱塘湖附近的1000多亩农田连年丰收，农民得到的实惠，贫困人口因此就减少了。所以你看，白居易这活干的是真好。到宋朝之后呢，民间的个人慈善活动开始出现了，这是中国古代慈善活动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民间慈善活动呢，也特别注意以工代赈，这不光是一种办法，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你让他自己干活去挣钱，他不仅仅是解决扶贫了，他个人的尊严找回来了。你说坐在那块伸着手向人要，这个滋味啊，时间长了人就不要脸了。所以你真要是救人呢，不光是救贫，还要救他的尊严。你看这个例子就很典型。光绪3年的时候呢，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出现300年一遇的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连草根树皮都没得吃了，尸横遍野。这个时候呢，山西榆次有一个茶叶商人老常家，拿出3万两白银，要在他村里修戏楼。这消息一传出来啊，四围都骂他为富不仁，你有钱你不施粥啊，不接济乡里，你用来盖戏楼，花天酒地，这不有钱给他烧的吗？但是呢，老常家坚持盖这戏楼。不管怎么说，盖戏楼呢，你得用工吧，用工你得管饭吧。年轻力壮就来讨一份工，干了几天呢，大伙发现老常家人这个举动不一般。就大伙没饭吃的，有的来了吧，没劲儿干活，哪怕你就搬了一块砖，你一天3顿饭也可以在工地上吃。这好事传出去，哎呦，很快市里边挨饿的这些乡亲们呢，都过来盖戏楼了。这旱灾持续了3年，老常家戏楼就盖了3年，大伙这才明白，他哪是盖戏楼呢？对乡亲们来说，他们的每一口饭其实都是老常家给他们的，但是呢，却不是白给，让他们通过自己劳动换来的，吃着舒心，活干着也有劲儿，就让乡亲们有尊严的接受帮助。这是常家人呢建戏楼的初衷。所以你看，让人家有尊严的接受资助。你看，就说真正的扶贫呢，绝不是吃饱饭就能解决的。让穷人无忧，扶贫最根本最难解决的，还得避免贫穷的代际传递。就你爹是穷人，你也穷人，你儿子也穷人，你孙子也穷人。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儿子会打洞，说的可不仅仅是基因问题。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呢，老百姓是按照职业划分的，种田的、打铁的、织布的，子承父业，你家里干啥你就得干啥，不允许横向转换。这就意味着你爷爷要穷的话呀，到你儿子那辈都得穷。所以祖祖辈辈看不到希望，你想这怎么可以呢？所以一直到隋文帝呢，创建了中国科举制度，为底层人群提供了阶层流动的路径，才让贫穷代际传递忧虑有了解决办法。当然呢，你科举呢，你有钱人家的可能比穷人家更容易出头，但是呢，穷人有了科举，毕竟有了向上的一个通道。这人呢，不怕说你这个就真穷，怕的是一点希望一点盼头都见不着。你比方说这穷人说我这辈穷下辈穷孙子辈还穷，那算了，我们还扑腾啥呀，自暴自弃吧。但是你要通过科举，哪怕是道窄，你能看到一线光亮，说我儿子好好读书啊，将来我家就可能当官，就可能翻身。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全家会特别有奔头。你哪怕当爹的这辈子参加不了科举，我攒钱要给我儿子创造好的教育环境，他就有这种奋进动力，他就有可能由此脱贫。所以希望呢，它的前提避免贫穷代际传递，这样带来希望，这个家族才有希望，这个扶贫的问题才能够因此得到解决。你看北宋名臣范仲淹就其中一位。范仲淹他爸爸是个八品小官，他出生的时候呢，家里还算凑合。可他2岁那年呢，他爸爸因病过世了，他母亲没办法，带着2岁他呢贫苦无依，只能改嫁另外一家姓朱的。范仲淹就随着改姓朱，取名叫朱越。后来他母亲死了，他才改名叫范仲淹，认祖归宗，回到老范家。那么虽然是继子呢，但是他的继父呢，这姓朱这位对他很好，也是个读书人，在地方当个小官。范仲淹在继父教导下呢，从小就熟读诗文，很好学。看见家里其他兄弟不好好读书啊，他还呢劝人家。在他22岁那年呢，有一次劝兄弟们读书，有一个兄弟脱口而出：“我们花我们老朱的钱读书，跟你有啥关系？”这句话范仲淹就犯寻思了，怎么回事啊？难道我不是老朱家人吗？他带着心中疑问就问自个儿母亲，母亲才讲的身世告诉他，说你的先祖在唐代的时候啊，曾经当过宰相，你曾祖父、祖父、你父亲都在朝为官。范仲淹得知自己身世挺难过，就跟母亲告别了。
前往应天府，就南京那边求学。那么求学期间呢，范仲淹坚决不用老朱的钱，但是囊中羞涩，只能节衣缩食。范仲淹就顿顿熬粥，粥熬好之后呢，外边天冷啊，放到外面，不一会儿呢凝固了，甚至结冰了，跟皮冻一样了。他用筷子把粥呢分成4块，每天早晨晚上呢各吃2块。这个在有个成语叫断脊划粥，就把这个咸菜条切成一段一段的，把这粥呢划成4块。那么断脊是别人的典故，划粥呢是来自范仲淹，比喻求学非常艰苦。所以等赶上天气好的时候呢，范仲淹就上山呢采野菜野蒜，回来切碎以后拌饭吃。4年之后呢，这范仲淹考上进士。就正是这段很贫苦的这个读书生活呀，让范仲淹做官之后呢，特别重视寒门学子的教育。他说我原来穷，我如果不是认认真真读书，我能出来吗？所以他多次提出不要只重视科举，更要重视兴学。就你科举固然重要，但是个端口，他的原来那块是在哪儿呢？是你得有学子认真学习，只有认真学习，将来才能救世济民。可是怎么认真学习呢？你得给他们解决后顾之忧。所以呢，范仲淹当时特别重视教育，不光是说这科举这种学历教育，他也重视专业技能的教学，像培养医药军事这些专业实用人才。所以范仲淹就先天下知忧而忧，后天下知乐而乐。他61岁那年呢，范仲淹任杭州知府，也马上呢他面临着退休，所以就商量着呢要在苏州老家购置房产以备养老。等在苏州找到一块好的地段的时候，范仲淹又改主意了，因为风水先生跟他说你这地方风水好啊，如果在这地方安宅子，将来子孙兴旺，都能出达官显贵。范仲淹一听，马上把这地买下来了。完了，他把这地贡献出来了，他没自个儿盖宅子，干嘛？盖学堂。他说这地方风水好，能出人才，我希望在这儿呢建个学堂，培养更多人才。后来这块地上果然人才辈出，明清时期乃至今日这块地都是用来建学院的，就现在的苏州中学就建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这古人扶贫呢，他有各种各样的思路，整体跟今人的精准扶贫里边有一些比较先进的想法是完全一致的。就曾经有人疑问说，现在谁还能吃不上饭饿死，还搞什么精准扶贫呢？其实你纵观历史，你会发现个有意思现象，贫富两极分化严重往往不是在天下大乱非常困难的时候，而经常出现在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时候。而且贫富差距越大，恰恰就让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所以你这时候要让穷人得以生存，而不至于天天呢上顿不接下顿，甚至对社会失去希望，这不仅仅是解决他们吃饱饭的问题，它也是社会稳定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就在这方面值得我们花很多力气琢磨它，思考它，然后最后呢能最终实现精准扶贫，实现天下呢没有真正的穷人。我想这是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根本问题。本期话题，古代的翟天临也倒霉。最近最火的新闻呢，莫过于演员翟天临学历造假的事件。这事儿我估计大多数朋友都熟悉，因为这个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这个新闻。就说翟天临呢自己给自己确定了个人设那就是超级学霸，而且在自己的微博里边还经常发一些这方面的消息，使很多人也都知道呢，他不仅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博士，还是北京大学的博士后。那么为了稳住呢自己这波热度和人设呢，他的团队给他安排一场直播，让他跟网友进行互动。没想到是这次直播露馅了，有网友问翟天临说，你的博士论文在知网上能搜到吗？结果翟天临一脸蒙圈，问是知网是什么东西？其实说到知网呢咱很多上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朋友都知道，这知网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总库。一般写论文之前呢，大家都会到知网上查一下，看自己论文方向跟别人撞不撞车，有时候也会借鉴一些资料。可以说只要是研究生，没有不知道知网的。那翟天临身为北电的博士生，北大的博士后，连知网都不知道，可见这是有问题。接下来咱这互联网多强大呀，给翟天临扒个底儿掉，发现呢他基本上是实锤的学术造假。把他的论文找出，发现他论文基本上都抄别人的。
所以这事儿一下就弄大了。很多人就琢磨，不光翟天临自己呀，撒谎这有问题，那么授予他博士学位的学校是怎么把关的呢？是出于什么样的利益诉求呢？就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今社会有太多的官员、商业精英、演艺人士的学历是凭借权力、地位、财富这些非正规途径获得的。这个具有劣根性的社会现象啊，不是现在才有的，从古至今都有。尤其是万般为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代，这个学历造假、学术造假也是常见的事儿。咱给大伙说说啊，古代的学历造假最源头的手段呢，就是在科举当中贿赂考官。历史上由此引发的舞弊案很多，最有名的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起，就它的规模弄得最大。在康熙50年的秋天，江南乡试呢在江宁举行，就现在的南京乡试就考举人。担任此次考试的正主考呢是副都御史左弼藩，副主考是翰林学士赵进，一个姓左，一个姓赵。发榜当天呢，发生件非常奇怪的事儿，那就是历年录取举人最多的苏州府，因为这个地方考试水平高，那么在这次乡试当中大失水准，录取的人数啊，也就是13个人，占总录取人数的1/10。以往呢，江南这个乡试考举人呢，苏州就是得占一半，你看这个差距很大。更令人惊讶的是呢，素来没有什么名望，甚至文理不通的扬州盐商子弟吴宓和陈光魁，这两个人也位列其中。因为很多人都熟悉这两个人，这两人平常很张扬，盐商子弟基本就酒囊饭袋，他哪有本事金榜题名啊？不用问，很多人说这肯定是花钱买来的。这下子呀，这个寒窗苦学的士子们可不干了。这就像翟天临事出来之后，很多博士生不干了。我们辛辛苦苦费多大劲弄个博士，你这轻轻松松的当明星就造假就弄个博士，道理都是一样的。结果江南这些士子啊，感到非常的心理不平衡，说这样人都能上榜，我们为啥不能？这不欺负我们没钱吗？于是1000多名啊极度气愤的士子聚集到了这个科考的贡院跟前，打算大闹市场，把事情搞大。这些人先是抬着这个财神泥像，抬个财神，浩浩荡荡的闯进夫子庙，把这泥像锁在夫子庙的明伦堂里边，意思是说学府不是做学问的，是挣钱的。接着呢，这些士子有学问呢，写了很多对联歌谣，四处张贴。最有名的一副对联是什么呢？叫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你看正主考叫左弼藩，姓左，副主考叫赵进，姓赵，所以这讽刺左丘明两眼无珠。这历史上写左传那个左丘明他是盲人，借这事儿讽刺这左弼藩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说你副主考赵进就跟人赵子龙赵云似的，胆大妄为，啥事都敢干。所以有的士子呢，甚至把考场匾额上贡院那俩字用纸糊上改成卖完，意思说贡院呢把功名都给卖了。这么还不解气，有几人索性直接上手，把贡院的工作人员都给打了。由此可见，这些读书人得多气愤。那么这个事儿越闹越大，很快就传到康熙耳朵里了。康熙马上派人前去调查，真相大白。原来这个考生吴宓呢，是扬州盐商吴宗杰的独生子，家财万贯，一心一意要做官，但是胸无点墨，没学问呢，所以呢就花钱打算买个举人功名，给自己镀金。这个吴宓呢买通了泾县的知县陈天立，陈天立呢是副主考赵进的小舅子亲戚。在他打通之下呢，吴宓跟赵进约定，在文章开头啊头3个字写七十有这仨字，搁这个当暗号。结果最终呢顺利录取了。另一个盐商子弟陈光魁更过分，文章都懒得写，找个枪手帮自己写，然后买通考官呢带进考场，最终也轻松金榜题名。考试之后呢，这个吴宓跟陈光魁各自给了副主考赵进300两黄金表示感谢，这可不是个小数。那么这桩考场舞弊案影响非常大，不仅史书上有明确记载，而且呢这个后来的很多这个文人写书的时候都引用了这段史实。咱们熟知的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当中就把这个情节借鉴起来，只不过把背景由康熙年间改成了乾隆年间。那么科考金榜题名呢，
虽然是为当官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并不是100%就能当官。大部分人呢都会成为候补官员，等着朝廷召唤，有的甚至一等10年20年也没换来一官半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要想做官还得通过一道考试，就类似面试的考试。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借这个机会通过这个考试造假，其实这也是一种古代的学历造假。你看武则天执政的时候就有这么个候补官员姓薛，此人在家赋闲多年，就着急啊，赶紧当官。眼瞅着新一轮官员选拔在即，他就想办法说怎么能让自己选上呢？他一大早就守着洛阳县令张昌仪上早朝的路上，马车一到呢，他就高声喊冤。张昌仪说有什么冤呢？接见他之后呢，他二话不说给张昌仪递上黄金50两，呈上自己的名帖。张昌仪收了这个姓薛的这个黄金以后呢，把名帖往衣袖里一塞，让他回去等消息去。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说，这张昌仪小小的洛阳令怎么能掌握朝廷官员的任免呢？他是没这能耐，可他有个厉害个兄弟，他兄弟叫张易之。我估计熟读唐史的朋友对张易之不会陌生，他是武则天最宠爱的男宠。所以张昌仪借他兄弟的光，混得风生水起。他后来张昌仪还受到太平公主的宠信，就是这哥俩都他妈吃软饭的。这官事之后呢，姓薛这个候补官员惶惶不可终日，他心里没底儿，他怕张昌仪不给自个儿办事儿。张昌仪是他能接触到最大的官的，他要办不成就没机会了。所以发榜这天呢，这姓薛的早早跑到发榜地点，大榜刚贴上，他就冲刺一样站第一排，一看，哟，有自个儿的名在大榜上，这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终于可以当官了。这一有闲心呢，他就看看别人还谁中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好嘛，不到100个名字里头，居然有60多个跟他一家子都姓薛。咱大伙儿都知道，薛这个姓在历朝历代都不是人数众多的大姓。就算你是大姓张王李赵，你说100人里头有60个人是姓张的、姓王的、姓李，说就姓张的60个，说或者说姓李的60个，这在选官员100人里头选出60个姓王的，这也说不过去啊，更别说姓薛的了。所以这事实在太蹊跷了，朝廷呢也耐不住寂寞，得展开调查。可那时候检察官员的水平太低，查了大半年硬没查出结果来，也不知道是水平低呀，还是不想查，这事就成了谜案了。这60多个姓薛的候补就安安稳稳的做官了，一直到武则天步入风烛残年，这个张易之呢在政变当中被杀掉了，身为同党的他哥哥张昌仪也被处决了，这个谜案终于真相大白。张昌仪的同党吏部侍郎张熙交代说，事情是这样的，当初这个姓薛的候补拦轿求张昌仪帮忙，张昌仪把金子收下来，把名帖塞袖子里了，他只看清名帖开头是个薛字，就让他回去等好消息了。张昌仪这个人还挺讲信用既然收钱了，那就得办事，不像现在有的贪官收了钱不给办事。其实这里咱要多说两句，大唐时候武则天的时候法律规定，你收了钱给人办事，这是贿赂，证据链条成立吧？你有罪。收了钱你要没给办事，这罪比收了钱办事还大，你连信用都不讲了。咱们现在法律，你收了钱不给办事呢，这贿赂链条还形成不了，有可能呢你这罪还轻。这就是唐朝法律跟现在不同。我倒觉得我赞同唐朝法律，收钱不给办事这人更可恨。这张昌仪呢可能受当时这影响，收钱就真给办事，于是他就把这张名帖呢交给了这个负责选拔官员的吏部侍郎张熙，对他说，你一定要照顾这姓薛的候补。这个对于张熙来说是很简单的事儿，张熙也没拿当回事，可没想到呢，事情恰恰就出来。这个张熙接到这名帖之后觉得这点事算啥呀，就搁一边去了，忙别的事儿了。等到官员录取注册的期限快到的时候，才想起这个事儿，于是他赶快着手去办。可是坏了，找来找去没找着那个名帖。这名帖不见了不要紧，他知道名字就行。要命的是这个张熙呢根本想不起来这人名字，他就赶紧去找张昌仪告他这件事。张昌仪一听气得脸都绿了，为啥？张昌仪也不记得那人叫什么，就记得姓薛。所以他就对张熙说，算了吧，咋整，我收人钱了，你也得好处了，只要是姓薛的你就给认命吧。
结果张熙一查候补官员档案，好嘛，参加本年官试的有60多位姓薛的，没办法，这张熙就秉承张昌仪命令，把这60多人全让他当官了。于是这才有大榜上壮观的群学徒，这就历史上最为荒唐的一个造假的舞弊事件。那我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说这么明目张胆的学历造假，朝廷不管吗？管，力度还挺大。因为科举啊和后来的选拔官员是封建王朝的时候几乎唯一的一个正常的选拔途径，所以这个事儿朝廷要真想振兴天下，那非得认真干不可。所以除了惩办相关官员之外呢，朝廷还会把当次科考成绩作废，重新考试。你看大清顺治年间，当时呢这个任克甫大人实名举报了顺天府刚刚结束的一场乡试，说存在严重舞弊行为。顺治就派人调查，最终证实这事儿属实。顺治呢把参与舞弊的7个官员全部斩首，家里人呢受到牵连，流放啊发配。那虽然处罚力度已经够大了，顺治还不放心，说你光查出这7个人呢他舞弊，有的人得好处了，还有更多可能咱不知道的这些人也是违规上来的，所以他决定废除本次乡试成绩，由顺治皇帝亲自主持重考，考试地点、时间、题目都皇上一个人决定，皇帝坐镇谁还敢作弊？所以说这次考试是大清年间最公平最公正的。公正之下呢，那些文理不通的人现了原形了。根据清史记载呢，这次复考一共拿下了33位名不副实的假举人，其中8个人被革除举人功名，其余25人被流放到边塞，流放到齐齐哈尔、宁古塔都弄关外去了。那么顺治呢，这是一种强硬务实的打假手段。历史上呢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这种打假手段。你看咱们往上查啊，查到这个前秦春秋战国时候，庄子里头记载说，庄子有一次呢到鲁国面见国君鲁哀公，鲁哀公就说，鲁多儒士，少为先生方者。意思是呢，我们鲁国呀多数都信奉儒家思想，孔丘门徒。我们都知道庄子呢是道家思想的代表，鲁哀公意思说，我们这儿信你的就信道家思想的人少，这是嘲笑庄子，说你名气不够。庄子听了之后也没生气，就呵呵一笑，说你们鲁国虽然修道的不多，但信奉儒学的儒士也没几个，就真信的有真才实学没几个。鲁哀公一听不高兴了，就问呢，说举鲁国而辱服，何谓少乎？就我们鲁国上下呀都穿着儒家的服装，儒服，怎么能说没有儒士呢？你分明是小肚鸡肠，强词夺理呀。庄子对鲁哀公鞠了一躬，说君子有其道者，未必为其服也；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就说真有本事的人呢，他不会刻意穿着儒家的服装显摆，反倒没本事的人才会用服装呢给自己进行装饰。随后呢，他给鲁哀公出个主意，说你不是不听我的话吗？不信我的吗？好，你按我这办，你马上向全国发一道指令，说无此道而服此服者，其罪死。意思呢，你不是儒士，并不精通儒家思想，你却穿着儒服，一经发现马上判死刑。鲁哀公一听不服气，他赌气说，下令就要下令，我倒让你看看我的国民素质有多高。没想到结果非常打脸，指令发出去刚5天，鲁国上下没几人敢再穿儒服了。最后在大街上就看着有一个人穿着儒家服装，鲁哀公马上召见他，向他询问治国之道。这人果然是孔子的思想记得滚瓜烂熟，满腹经纶，对答如流。庄子笑着问鲁哀公说，鲁国只有一名儒士，能算多吗？鲁哀公听了之后脸上确实是挂不住了，连连称是，佩服，说你这打假这手段高啊。你看庄子这种打假其实也很简单，就什么事就怕认真2字。那咱们再回到现在翟天临这个事上，尽管翟天临现在已经道歉了，表示退出博士后了，但事情本身带来的恶劣影响不会就此散去，甚至会产生更多连锁反应，涉及更多相关人士。所以说一个谎需要上百个谎去圆，一个人犯罪也需要更多的人共同担责。咱们不赞同把翟天临一棒打死，但是呢也不能说你继续挺他，他犯了错终究是要受到惩罚。而且这里边您永远记住2点，第一个，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要造假，他早晚会露馅，你名气越大，他露馅露得越快。第二个呢，
翟天临可能一开始造假呀，心虚，有点胆突的，但时间长了，总说自己是博士后啊，他自个儿就信了。所以人生在世，您记住，骗别人虽然不该，但是最不该的是骗自己。你把自己都骗信了，你离倒霉就不远了。